2024年，全台湾发生了超过63000起的亲密关系暴力案件。每天打开手机时，这新闻里面肯定有一则是爱情修罗场。我们走在捷运站、大马路、停车场，随时都能变成命案的目击证人啊！网络上一片挞伐，说保护令俨然成为台湾司法的笑话。社会安全网 2.0 被家暴和情杀划破了大洞。表面上这是社会上的极端个别案例，但本质只有4个字：交配权之战。这是人类几万年来最血淋淋的游戏。今天的社会案件跟4万年前部落里2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打到脑浆事件没有差别，只是以前大家拿石头，今天换成了西瓜刀和社群媒体罢了。所以保护令根本就不是防弹衣，而是点火器。一旦有人觉得自己的交配权被剥夺，被驯化的社畜只要一瞬间就能变成嗜血的野兽。All it takes is one bad day. 如果你觉得这些事情离你很远，我必须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你右滑Tinder100次没人理你的那种挫败感，跟新闻里面拿刀上街的男人其实是没有区别的。本质上，你们玩的都是同一套游戏规则。要搞懂这个游戏，我们就必须回到人类史上最疯狂的一笔投资——直立行走加上大脑升级。结果副作用超扯，石器时代的女人一旦难产，死亡率可是50%起跳。相比于母狮生产完马上就能回到职场，叼着幼崽追着斑马到处趴趴走，不需要8个礼拜的产假，更不需要住在5星级的网红月子中心，萌萌一出生就能站起来。人类的天才居然还要5岁才会抬头，但偏偏就是这个看起来超费又高度风险的投资，逼着我们发展出复杂的认知与社会性，进而一步步成为万物之灵。不过，我们的灵魂，或者说是自由意志，说穿了不过就是自私基因开启的作弊代码。基因的游戏基本上有3种模式：数量模式、质量模式，以及人类最擅长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重点在于多样性，基因的组合变化多端，才能避免异常变动就迎来灭顶之灾。所以最有效率的不是单一路径，而是找到复制速度与环境适应的关键。而人类的关键就是奶子。我们热爱奶子，热爱到我们用奶子当做我们的生物学命名——哺乳类。但除了人类以外，所有的哺乳类只有在发情的时候，奶子才会变大。奶子是自然界最吸睛的交配广告。如果不用繁殖的话，你带着2颗又大又圆的累赘在草原上晃来晃去有什么用？用处可大了。全年无休的大奶子象征着全年无休的交配广告，所以我们祖先只要看到这种大型的广告看板，理智就会断线。小头控制大头，3秒从生理游侠变成部落打工仔，帮忙付房贷啊！更可怕的是，此时演化又解锁了更致命的技能——隐蔽排卵。至此之后，男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时候会中奖，所以只好全年无休，全力以赴，随时备战。性不再是为了繁殖，而是控制。就像这群基因99%跟人类一样的倭黑猩猩，他们的母猩猩就是透过控制交配权去分配社会资源与社交地位，甚至在野蛮的公猩猩集体暴走的时候，母猩猩就会开场集体性爱趴，用性作为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早期的现代智人也是一样，因为小孩永远都知道是哪个妈生的，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人是人他妈，妖是妖他妈。但是对于男人来讲，每个小孩都是薛丁格的小孩啊，所以只好每次都参与养育。因为你不养的话，你就可能饿死自己的小孩，这在基因上面等于自杀啊。演化就是用这种宁可错养100，不可漏掉1只的逻辑，将男人绑在供应链上面。于是3分钟的激情被拉成18年的养成计划，打一炮直接变成人生最豪赌的长期投资。母系社会因此而生，女人结盟并透过多重的性关系把分散的男性资源给锁住。换句话说，男人就是为了奶子不得不去跟那些剑齿虎或长毛象战斗。没有猎物就没有爱爱，你只能眼睁睁看着隔壁帐篷的邓家华拱爆你最爱的王美花。这种控制靠的就是子宫的测不准原理，性爱成为了最强的权力杠杆，甚至同性的性行为也能用来巩固联盟，而这些联盟能够保护女性，并将交配权从单一的雄性手中抢回来。
不过，母系社会的男人日子其实过得并不算糟。白天追长毛象，晚上在火堆围成一圈，一边胡乱一边听祭司吹笛子。3天工作，4天耍废带小孩，偶尔还能参加祭典性爱趴，跟整个部落一起跳舞，一起喝酒，一起交配。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亚马逊的霍皮族至今仍有这样的传统。这种看似道德沦丧的传统，其实大大的增加人类的基因多样性。所以，母系社会的男人跟可悲的台南社畜，哪一个才是更好的人生？我相信各位鲁蛇的心中自有评判。好景不长，大约在12000年前，从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惊喜，直接将全人类的性爱趴变成了饥饿游戏。而这场把地球撞进冰河期的陨石交通事故，可是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啊——新仙女木事件。因为极度干冷的气候导致植物生长的范围缩小，大型的哺乳类集体登出地球 online。就在当时，濒危物种的名单赫然出现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名字——现代智人。根据基因的研究，全球80亿的人都是这1000个命超硬的幸存者后代呀！恶劣的环境迫使狩猎采集者集中于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如两河流域。从那一刻开始，人类不再是森林游侠，而是被铁链锁在土地旁边的农奴。交配权不再是由女性掌握，而是交在武力最强的人手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狩猎采集的社会，我们面对更强大的武力，我们可以逃避作战，拍拍屁股我就走人。但农业社会，你可不能丢下良田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粮食决定了你的基因到底能不能延续，于是我们只能跟敌人鱼死网破。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战争。结果一翻两瞪眼，不是我家破人亡变成你的奴隶，就是你变成我的财产帮我种地。为了管理这些被掠夺来的土地、奴隶与税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祭司还发明了楔形文字，还顺便写了首情歌勾引皇上。6000年前的女祭司还会集体 cosplay 众神来场神仙打架，为了要象征土地与丰收的繁衍，甚至还会举办城邦等级的性爱趴，让信徒透过交媾模拟大地的再生。我看你们根本就想找名义开性爱趴吧。总之，这些狂欢仪式的背后，新的统治结构正在诞生。国王掌控军队，而祭司垄断知识的权杖。他们在合作，把国王包装成神明，再用神话编织成锁链，套在百姓的脖子。母系社会的那一支正式推出历史的舞台。我们不再养育我们的孩子，从共享幼崽变成只有我的血统能继承我的财产。军授神权的父权社会正式登场。父权的城市码并不是专属于某个文明的限定 DLC。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埃及到印度，整个地球 online 都在玩这套用土地圈人、用血统垄断的游戏呀。但如果说要谁玩的最久、最彻底、最变态、玩的最开心，对不起，中国直接封神。按照 PRC 的说法，如果中华文化真的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那它基本上就是一部长达5000年的父权长寿剧，而血统就是唯一的主角。片头曲就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权力不来自于人民，而是长生天的小孩分配给你的。所以天子的血统才是唯一的统治合法性。有别于欧洲喜欢玩套房分租，把权力分块层层分给领主的这种模式，中国把权力集中到3个口袋：皇帝、官僚与名门望族。然后整个社会的底层是谁？当然还是人矿啊！土地集中在精英的手里，但农民照样跑不掉，因为农业社会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就是用土地和粮食把奴隶给锁住。举个例子，汉高祖刘邦打下汉室江山之后，直接将整个帝国绑在刘家的血脉之上。到了汉武帝之后，干脆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是统一思想，实际是替家天下和中法父权盖上圣旨。从此之后，国家的运作逻辑非常清楚。国家最小的单位是家，天子是大家长，父亲是小家长。家里的秩序就是国家的缩影。为了让家永远都有生产力，3条锁链必须拴上。第一条，锁劳动。所谓的孝道，也就是把男丁绑在家里的劳动合约，你只能服从，因为叛逆等于挑战皇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排在最前面的是谁？忠孝，先忠君，再孝父，其他的往后面站。第2条，锁子宫。女子无才便是德，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为了把女人变成彻底的生育工具。3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1条小命3段外包，妇德妇言妇容妇规4个关键字，就是
就是教条式的驯化手册，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女人的功能就是生产合法的继承者，其他的女人给我闭嘴。第3条锁链就是所谓的锁产权，而婚姻就是我们所谓的产权契约。农业社会为了确保财产与土地能够稳定的传承，就必须锁定血统。一夫一妻制是为了确保农夫不会占用太多子宫的同时，确保这块地只传给我的儿子。嫡长子继承、族谱认证、贞节牌坊，直接把这些女人的子宫钉上了国家的产权证明。这算不算是一种国有器官啊？总之，在私有制的父权体制之下，公主被抓去合金，名门望族则靠着联姻交换更多的地权、税源与武装，绑成更大的宗族共同体。女人的交配权直接变成了外交筹码。总之，只要你能够把这3把锁合在一起，你就能够得到一台运转1000年的国家机器啊！让我们复习一次：用土地当锁链，用家庭做牢笼，而儒家就是你的使用手册。粮食与户口可以困住他们的肉体，忠孝与礼教能锁住他们的思想，最后再把性、财产化交由父亲统一调度。就在父权看似成为地表最强统治的时候，天上又掉下来一颗足以改变人类进程的毁灭武器。只是这次丢炸弹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2次世界大战硬生生把1000年铁板一块的父权炸出了裂缝。男人战死沙场，但工厂绝不能关门啊！于是女人被推上了生产线，从子宫升级成国家的螺丝钉。所以，工业革命加上世界大战就是现代版的新仙女木事件。上一次那颗陨石把人类从森林游侠变成了农奴，而这2颗原子弹把女性从家里的附属品变成了社会的劳动力。历史的呼应快到吓人啊！1945年，日本的女性第1次投票；1947年，台湾宪法直接写进男女平等。小胖子跟小男孩这一炸，革命还真的给女人投票权了。这种时代急转弯，谁想得到？参政权与受教权，看似女性解放，本质却是资本与战争合谋的产物。这种权利跟劳改营里囚犯放风的权利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提高产能而恩赐给低端生产者的自由。21世纪的现代智人真的很惨。因为整个台湾社会就像是一台乳蛇生产器，一边是少子化，婚恋市场越来越紧缩，女性的择偶条件则不断的上升，男性市场淘汰率急速增加，这在经济学上叫做配对市场的高效率化。优质男性的供给减少，需求方自然要求更严格。另外一边是经济环境的恶化，薪水20年没动，房价却20年翻倍，这就是实质工资停滞加上资产价格通膨。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劳动的边际回报下降，资产的回报却不断飙升。这2条负面 buff 叠在一起，结果就是婚恋市场与经济市场双重恶化。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一代的台南注定是地狱开局。结果问题还不只是女人要求太高，而是这个台湾社会风气养出了一套女权自助餐。想要独立的时候就喊女权，工作要升迁，薪水要平等。Well, that's fair enough. 但想要福利的时候，你们却可以马上切回传统剧本，要男人买单，要男人养家，要男人接受，还要提供情绪价值。男人觉得被剥削，女人觉得怎么做都不对，被逼死了，最后互相甩锅，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问题的根源。但事实的真相是，这套剧本不但不是女人写的，也不是男人写的，而是资本市场塞进我们脑袋里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一边干掉对方，一边心甘情愿的掏钱。像男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就要去买18克拉；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要去健身、去医美、买名牌包。两边都以为自己在追求爱情，结果早就掉进资本所设计的陷阱里面。表面上看起来交配权又回到了女人的手上，但事实是资本又把它重新分配给金字塔的顶端。精英阶级用金流巩固了自己的交配权，而剩下来的台南乳蛇，要不就当备胎，要不就躺平。而女人的子宫除了依然是国家机器的生产力指标之外，这些被资本物化的女性还多了一个诱捕雄性消费者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交友软体会变成巨大的血肉果汁机。对乳蛇来说，每一次配对失败都是在提醒你没有市场价值啊。而对于女性用户来说，你每次更新一次限动或者照片，最后都会变成流量，转化成平台收益。对演算法来说，你们不是谈恋爱的人类，而是公司为了谋取暴利
而去收集的数据，包养网站、约会课程、PUA 教材，甚至连恋爱咨询，整条恋爱产业链都是为了把交配权彻底拆解成各种收费项目而存在的。正当我们为情所困的时候，殊不知我们早已被资本丢进一个更病态的剧本当中。人类最荒谬的地方在于，我们把最野蛮的欲望包装成最神圣的语言。交配这件事情的本质就只是基因交换，却被我们写成了诗歌，传唱千年，还立成制度与法规，最后挂上爱情的名义。但脱去这些包装之后，你会看到，激情看似爱情的顶点，但性爱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那是本我在彰显自己的价值，那是欲望在追逐浪漫的幻影，那是履行家族的义务，更是基因在盘算它的存续。一张床两个人，3个角色，4种力量互相拉扯。婚姻通常以爱情作为起点，却往往失败在缺乏真正的友谊与信任。恐惧孤独，害怕不被需要，让人甘愿接受种种不平等的退让，甚至没有底线。最后你会发现，所谓的爱情不过就是一场由基因和文化共同编织的无限阅读。我们是活在资讯时代的现代智人，但我们的欲望与本能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设定。我们依然渴望占有，渴望支配，渴望暴力，只是到了21世纪，这些天性有了2种出口。一边是在交友软体里面追踪、诱惑、氪金，另外一边呢，则是在捷运站、大马路、停车场化为真正的血案。我们一直以来歌颂的自由恋爱，其实就是基因对你施加的控制，还有资本对你洗脑的结果。所以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叫做爱，而是当你已经知道爱情只是个幻觉，你还有勇气上当受骗吗？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抽象思考，废话输出，插进你的脑袋。这里是抽查委员会，我是肥户，我们下次见。